你知道吗？每年6月一到，蝴蝶兰的死亡高峰期就悄悄开始了。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危险，就进到了台湾夏天最致命的连环杀兰局，让人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。那到底蝴蝶兰为什么会在夏天突然崩盘？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熬过最难挨的闷湿季节，到了秋天重新冒出新叶，再度爆出花苞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蝴蝶兰顺利度夏的6个要点，内容满满干货，耐心看完就相当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哦。1. 避开最致命的闷与湿。别看蝴蝶兰长得优雅大气，其实它的脾气一点也不温柔，尤其到了6月、7月，台湾湿热的气候，稍有疏忽就可能变成烂根现场。真正让蝴蝶兰度夏失败的，不是气温高，而是高温加高湿加不通风这个3重杀。这种时候，盆土潮湿，空气湿度又大，再没有风吹干，根系就会开始缺氧腐烂，1周不到，根全黑了，叶子也开始发软下垂，看着像拈菜一样。更糟的是，夏天还常常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，尤其是傍晚。你原本放在阳台边半露天的蝴蝶兰，一下被大雨泼了个透心凉，水从叶子流到根，盆土瞬间泡汤。再加上下完雨立刻又闷热闷湿，这就是最典型的连环烂根局。而且很多人不马上处理，水积着一整晚，第二天一看，根已经泡软发黑，甚至还有白毛霉斑，整盆直接报销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夏天蝴蝶兰浇水不能靠心情，要靠手感和眼力。手摸盆土觉得发干，轻掂花盆明显变轻，再浇水才安全。如果介质是水苔，宁干勿湿，哪怕3至5天浇一次都没事。而且每次浇完水一定要保证通风，哪怕在旁边放个小电风扇对着吹1小时，也能让它喘口气，减少烂根风险。还有一点特别提醒，如果你家阳台是会被吹进雨水的半开放式阳台，记得在午后或傍晚前后把蝴蝶兰往里面挪一挪，别让它暴露在风雨最前线，因为夏季雷雨来得快，毁得更快。看到第1点你就觉得有点害怕的话，那么第2点往往是容易忽视的，也是重要的。2. 光线要柔而不烈。很多花友听说蝴蝶兰喜光，就把它搬到阳台去晒太阳补能量，结果晒了一下午，叶片出现水泡、黄斑、灼伤裂痕，甚至整株叶子脱水打卷。这不是光照的问题，而是光线太猛，热度太高了。尤其是11点到15点之间，阳台温度能飙到38摄氏度以上，就像把蝴蝶兰放进微波炉，不烤熟才怪。正确的方法是给它明亮但无直晒的位置，比如阳台有窗帘的拉窗帘，拉纱的用双层纱，或用遮阳网遮掉50%的光，让它晒到的是柔光，而不是直射热光。这样一来，蝴蝶兰还能进行光合作用，叶子颜色也不会暗淡，又避免了被晒伤。如果你家没有这样的条件，也可以把它搬到室内通风的窗边，只要有亮度，它就能过得不错。但如果你采取极端防晒法，一整天不见光，全程阴暗角落冷藏式养护，那后果也不容小看。长时间缺光，叶子首先会失去光泽，颜色发暗发灰，然后开始变薄发软，生长点也会停止工作，整株看上去像被掏空一样。严重时还会出现闷芽现象，花芽长不出来，甚至根部停止生长，到时候别说开花，连恢复元气都很难。所以夏天的光照管理不能靠全晒或全藏来赌运气，最理想的就是柔而不烈，既不灼伤又不憋坏，让蝴蝶兰稳稳过夏，还积蓄养分，准备下一轮开花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3. 别让它躲在死角里。每年夏天，蝴蝶兰死亡最多的不是在大太阳底下，而是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。比如你把它挪到阳台角落、厨房窗台、空调室外机旁，表面看起来不晒不淋雨，实则空气不流动，水分蒸不掉，盆里湿气堆着不散，结果闷死了。蝴蝶兰不像仙人掌能闷痒，它的根系就像人肺一样，得靠空气交换来呼吸，空气不流动，根就会窒息。所以夏天最好把蝴蝶兰放在对流空气的窗口或阳台边缘，还可以早晚开窗通风。如果家里实在不通风，可以每天用电风扇对着吹10分钟，不用太大风，只要让叶子轻轻晃动，
就是在给它换气。4. 叶出汗，根发黑，是求救信号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？蝴蝶兰叶子摸起来软软的，表面湿湿的，好像冒汗了一样，盆底有股异味，再一看根全黑了。这其实就是根系长时间湿热、缺氧引发的烂根信号。一旦发现这种情况，千万不能拖一拖看，拖一天死一层根，甚至整盆回天乏术。除了叶子出汗和根发黑，还有几个细节信号一定要警惕，比如叶子突然变软下垂，轻轻一掰就有断裂感，这是细胞已经失水塌陷；还有原本健康的叶面突然变得暗沉，有水泡或斑点，那往往是细菌或真菌开始入侵；花梗突然变黄、发软干枯，也可能是从根部开始出问题。再看盆面，如果你发现水苔始终湿哒哒的，还长出一层白毛或黑点，那说明你的蝴蝶兰正在闷出病来，这是盆面微生物失衡的信号，也是夏季常见的病害温床，一定要立即改善通风和光照，甚至考虑换介质重植。这时应立刻脱盆检查根系，剪掉烂掉的黑根、空根，用多菌灵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根部杀菌，再用新的干净植料重新种好。介质建议用水苔、松树皮、椰糠这类轻盈透气、吸湿不积水的材质，千万别再继续用老泥炭、板结土或湿黏混土，那是根系最怕的沼泽地。换盆后不要急着猛浇水，让它在通风遮阴处缓苗几天，等叶片重新挺立，根系回弹，再逐渐恢复光照和水分管理。记住，蝴蝶兰夏天最怕的不是不浇水，而是就晚了。5. 夏天不是成长季，别乱施肥。很多人夏天看到蝴蝶兰不长新叶、不抽花剑，以为是营养不够，就开始各种浇肥、喷肥，结果导致肥害烂根。其实你不知道的是，夏天的蝴蝶兰是在休眠，就像人热到不想动，它也在趴着歇下。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别动它，别催它，别喂它，宁可让它静静地熬过去，也不要强行刺激。到了9月，天气一转凉，你会发现它自动开始长叶、冒新芽，到时候再追点薄肥，一年开花就有戏。6. 最大的威胁，隐藏的虫子。你以为夏天养蝴蝶兰最大的麻烦是高温？不，真正让人头疼的是虫害。最常见的头号虫敌就是蚜虫和介壳虫。蚜虫喜欢躲在新叶、嫩芽的地方，颜色一般是淡绿色或黑色，一群一群粘在生长点上，吸着枝叶过的滋润，顺便分泌蜜露，惹得一堆蚂蚁上门串门。久而久之，新叶卷曲，叶面发黏，甚至黑霉病也找上门，花苞也长不出来，蝴蝶兰看起来就像发霉的标本。介壳虫更恶心，常常长得像小白点、小棉球一样，贴在叶柄、叶背甚至根茎交接处，吸汁还分泌蜡质保护自己，连水都冲不下来。你不注意，它们就偷偷繁殖，1-2天就能蔓延一整株，严重的根部都被吃空，叶子黄软，花苞脱落，一盆好好的蝴蝶兰就这样毁了。那这些虫子怎么来的？说白了就是闷和潮2个字。盆土长期潮湿没干，通风又差，环境阴暗，没有清理枯叶，就是它们的天堂。而且有些花友喜欢把蝴蝶兰放在厨房、卫生间这些闷热多水汽的角落，一不注意虫子就冒出来了。那要怎么对付它们呢？别担心，我来教你几个不伤花还环保的妙招。蚜虫刚出现时，可以用清水加1点中性洗洁精，大约1升水加1至2滴，喷在叶片上下，隔天再喷一次，大概3-4天就能清除干净。严重的话，可以加点洋葱啤酒液，驱虫杀菌2不误。介壳虫呢，建议用棉签占75%的酒精点擦，一擦一个准，再喷1轮稀释过的烟草水或苦楝水，就能让它们绝后。不过处理完记得清理叶背残留，通风要加强，不然还会卷土重来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碰这些土法的，也可以去买植物专用的矿物油喷剂，大部分驱虫成分是天然提取，对人安全，对虫致命，1周喷1次，防虫力超强。总之，蝴蝶兰的虫害防治最重要的不是药，而是养。只要环境通风、干爽，不乱浇水，不堆烂叶子，80%的虫害根本不会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蝴蝶兰度夏的内容，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、
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